有小伙伴发现自己在躲避人群吗？是一个人更舒服，还是在小组中更舒服？通常会取消计划给自己留出时间吗？如果对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回答是肯定的，可能认为自己是内向的人，但可能错了。如果考虑社会互动让自己心跳加速，手心出汗，这可能是社交焦虑的征兆。根据英国国家心理健康合作中心的说法，社交焦虑是对一种或多种可能出现尴尬的社交情境的持续恐惧，这种恐惧或焦虑与该社交情境构成的实际威胁不成比例，这是由个人的文化准则决定的。如何分辨自己是内向还是社交焦虑呢？这支影片就来说说可能是社交焦虑的5个迹象。这是种自我矛盾。真的喜欢独处吗？在2020年的一次采访中，临床心理学家、医生罗曼尼·德瓦苏拉指出，内向是自我协调，这意味着内向的人喜欢独处，用这种方式充电，而不是出去发泄。另一方面，也是一种自我矛盾，意思是他与自己的喜好脱节。许多患有社交焦虑的人实际上是外向的，他们喜欢别人的陪伴，但因为恐惧而孤立自己，这让他们很痛苦。德拉苏洛博士用这句精辟的话总结了两者的区别。内向是你的方式，社交恐惧症是妨碍了你。假设你的朋友邀请你去商场闲逛，如果你是个内向的人，可能会拒绝，因为你真的更喜欢独自放松。在拒绝之后，也不用担心别人会怎么想。如果有社交焦虑症，可能会觉得即使你想出去，也会被迫拒绝。和朋友在一起会让你感觉自己像只从小熊维尼里出来的小猪皮杰。焦虑可能让你相信他们在暗中恨你，或者需要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，这样你的恐惧才会超过你想出去玩的欲望。而现在你在家拉上了百叶窗，把手机调到飞行模式，又希望自己能在外面，这不是内向。所有的人都看着自己，担心别人在背后议论自己很多吗？根据国家心理健康合作中心的说法，患有社交焦虑的人总是在寻找负面评价、尴尬或羞辱。想知道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很自然，但如果这是一种持续的、压倒性的担忧，就不是这样了。这些担忧不仅仅是小小的怀疑，而且经常是全面的焦虑发作。天普大学的一项研究调查了社交焦虑的原因，发现这种痛苦与创伤后应激综合征一样强烈。假设一个人被困在晚宴上的谈话中，如果是一个内向的人，这可能是对自己的折磨。内心的独白可能听起来像这样：怎么会有人喜欢这些无聊的对话呢？我还要微笑点头多久？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做一些愉快的事？但如果是社交焦虑，可能会觉得自己被雪崩掩埋了。内心的独白可能听起来更像是：我出汗了吗？有人能告诉我我有多紧张吗？我看起来傻乎乎的吗？我是不是在一遍又一遍说蠢话？一个人的内心独白是个很好的迹象，可以告诉你你是内向还是有社交焦虑。思绪飞快，与大家普遍认为的相反，社交焦虑并不仅仅发生在如表演或公开演讲之类的大型活动上，大多数人都会对这些事感到焦虑。社交焦虑治疗师阿伦·库尼克指出，社交焦虑会在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上折磨人，比如接电话、买杂货、去理发店。这不仅仅是相互作用有多大，只要周围有人就会发生。假设在美食广场吃午餐，需要穿过房间走到空桌子前，边走可能就会边想知道是否每个人都在盯着自己，脑子里念叨着不要绊倒，质疑自己看起来是否酷，或者在问自己他们是否能看出自己很紧张。虽然觉得大脑被从内到外的恐惧劫持了，但还怀疑被这么一件小事撼动是不正常的。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一项神经成像研究表明，在患有社交焦虑症的人身上，大脑中调节压力的部分杏仁核是一种过度活跃，使人衰弱的恐惧反应。所以下次想太多的时候，谢谢自己的杏仁核。思来想去，大家在社交活动中都做了多少准备？会像表演一样排练吗？有没有想过，在事情发生之前，可能失败的所有方式？发表在《非正常心理学杂志》和特兰西瓦尼亚心理学杂志上的研究表明，在预期事件发生前几周，甚至在事件发生后几周，社交焦虑会让人陷入不可避免的焦虑思维漩涡。假设想打电话叫一份披萨，
而不仅仅是打电话，排练了半个小时，练习每一个词，以确保不会被自己搞砸。最终终于鼓起勇气打了电话后，会在脑海中一遍又一遍回想整个对话，整晚睡不着觉，想知道自己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误，为什么我说话后对方停顿了一下，他们觉得我的问题很蠢吗？他们是咳嗽，还是在暗戳戳地嘲笑我之类？这些类型的想法可能意味着自己在处理社交焦虑问题。亲爱的，我们心情越来越差。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，社交焦虑会持续数周，但这能持续多久呢？发表在美国精神病学杂志上的一项长期研究表明，如果不治疗，患者的症状平均会持续19年。社交焦虑造成的孤立会吞噬患者的整个生活。假设被邀请去度假，但拒绝了，因为认为当自己屈服于这个圈子时，其他人会嘲笑自己想去的地方，这可能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，导致自己放弃生活中的其他一切，学业、工作、一日游、聚会、外出就餐，以及任何与别人有关的事情。即使退出社交生活会影响自己的日常生活，仍然会继续，直到这种情况不再健康。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罗纳德·凯斯特雷的研究表明，患有社交焦虑症的人交朋友和维持友谊、毕业、找工作、结婚和生孩子的几率要低得多。别烦，现在既然知道这不一定是自己，如果自己的社交回避与自己内心的欲望脱节，是由强烈的恐惧驱动的，阻碍了自己的基本功能，触发了许多焦虑的想法，或导致完全的退缩，可能有社交恐惧症，但并不内向。幸运的是，有很多有效的治疗方法，比如在社交场合扮演角色，逐渐接触现实生活中的社交场合，忽略稳妥行为，学习如何根据提示放松，并重构焦虑的想法。如果患上社交焦虑症，我们相信自己，我们一直在。如果您看到了最后，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下一个蓝色的心形表情，并告诉我们你是否有社交焦虑或内向。参考文献在资讯栏。感谢收看，下支影片不见不散。